有些人觉得12年的威士忌是最基本的，那有一些人觉得18年太贵了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是不是觉得15年的威士忌的价格跟年龄是刚刚好的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芽奶爸。今天呢，我会分享6支15年的苏格兰威士忌值得入手的。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按个赞、留言、订阅跟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超级感谢哦，或 Super Thanks。好，那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15年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因为上个影片就是有在介绍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。那我是想跟大家说谢谢有按订阅的朋友们，真的非常感谢。然后那部影片感觉很多人很喜欢看，所以我就继续想做这个15年推荐的影片。推荐影片前，我是想分享一下一些威士忌的小知识，因为我刚开始这个频道，我是有做过很多那个威士忌知识的影片，其中一个我是想再更新一下，以后也是会陆陆续续的更新。这次的话题就是焦糖色素，或是 E150A。我是想更新，就是以我那个消费者跟爱好者的看法对这个焦糖色素。好，那什么是焦糖色素呢？或是 E150A？ 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加热的糖类，这样子它可以利用在食物上，或是在威士忌啊、可乐这样的饮料，就是可以去调色。E150A 如果你看它就是没有味道，所以苏格兰协会就是让它可以使用在威士忌去调色。那以厂商或是生意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使用这个焦糖色素就是为了批次稳定嘛，或是颜色稳定。可是呢，以消费者的看法，而且是我们这种有经验的威士忌爱好者，这个纯粹就是可能就是让威士忌比较好卖一点。因为其实如果对一个没有经验的消费者，就是对威士忌不太懂，他通常去一个厂商或是大卖场就会看到颜色比较深一点，可能是比较好喝、比较老、比较有味道嘛。可能因为人的头脑就是会觉得威士忌一定要那个深的琥珀色嘛，就是像高粱一样嘛。如果高粱是你有看到在卖场上面是黄色的，你会买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因为你头脑上面的就是白酒嘛，高粱，所以一定要找白的。普通的消费者也一样，他看到威士忌就是会想要去买那个比较深色一点。所以如果你是说批次稳定或是颜色稳定，我认为不是，它就是纯粹是一个威士忌的那个美肌或美容，让它看起来比较好喝，让消费者比较想买。那这是一种欺骗吗？对我来讲是有一点，就是一种行销的欺骗嘛。因为如果你看就是没有经验的人，就是可能就是会说可能颜色比较深，比较想买。如果你看这5个瓶子，你会想这个 E150 就是好像琥珀色比较好看，或是如果黑噜噜的感觉很老嘛。这个就是一种欺骗那个新手的消费者，让他们可以入坑这个威士忌。对有经验的爱好者的话，我是觉得反正你比较透明一点放在酒标，我对焦糖色素是还 OK 可以接受。反正有一些人可以接受，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嘛。不能接受的人就他们有比较透明的资讯去看，不要那种不飒飒，就是说我是自然颜色，可是酒标上完全没有资讯。现在网络的资讯也是很发达，就明明不是自然颜色，你还是在强调你是自然颜色，这样有一点好像在欺骗消费者吧，当消费者是笨蛋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好。反正你要透明，比较诚实的去说我有在用焦糖，我的威士忌是 natural color， 这样子是无所谓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可以教你们要怎么知道威士忌里面有没有 E150A。 反正几乎有2个方式了，最简单的就是看酒标，酒标有写 natural color 它就是自然颜色，没有写 natural color 就是通常不是，就是有放焦糖的东西。那有一些就是我刚刚提的 sample， 就是有一些酒商就是会说我是自然颜色，可是酒标明明没有写，然后网络上都有写，就是它有放焦糖色素。那如果要再多知道的话，就是要看2个网站或是 APP。第一个 APP 或网站，你可以去参考德国的网站，就是 week.de。 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week.de 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先来个 sample， 就是我点个 Auchentoshan 3桶嘛。那这个他们是说
就是自然颜色。可是如果你去德国的网站去看这个 Auchentoshan 山头，往下来看，在这部分你要去找这个单字，就是 Farbstoff。你看到这个 Farbstoff 这边有写Ja，就是德国的字，就是说有放焦糖。因为德国的法律很严格。那我们来看麦卡伦12年的双桶，这样子，因为也是比较透明，因为他们酒标上有写 natural color 嘛。那我们往下来看这个 Fakten， 然后你看这边写 Farbstoff Name。Farbstoff Name 的意思就是没有焦糖，所以这个就是看德国网站一个。那第二个东西可以参考，就是去下载这个中微网的 APP， 大陆的 APP 嘛。我来点开一下，就是好，那一样我们来找 Auchentoshan 山桶嘛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有点了。那往下看，去它的那个去找配料的部分，你看这边水、大麦、焦糖色，所以 Auchentoshan 是有的。那我们看麦卡伦呢？麦卡伦12年的双桶，往下看，一样去看配料，在配料你看它只是标水跟大麦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自然颜色。那所以呢，就是去查看，如果一个威士忌是不是有放焦糖或是没有，用这3个方式你就可以知道真正的答案了。好，那最后就是想知道焦糖色素是不是对身体有伤害。其实如果你喝或是吃一种东西太多或是过头，会有身体伤害的部分。所以如果你喝太多威士忌，然后有焦糖的威士忌，其实也是对身体不好。所以还是要理性的吃跟喝东西嘛。然后他们是说焦糖色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致癌的影响，可是就是要喝很多，可能你要喝好几桶的威士忌，就是1-2天内就喝完，或是喝几百公升的可乐，这样子才会有这种问题嘛。就是反正我们也没办法喝那么多，所以还是以理性的饮威士忌是最好的。好，那你们呢？你们觉得对这个焦糖色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那请在下面留言，欢迎来讨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部分了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这6款15年的苏格兰威士忌值得入手的。那在第6名，我会选格兰花格15年。它是46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没有 E158， 它的价格大概在1300左右。然后格兰花格这些核心款，这支15年我觉得是 CP 值是比较高的，因为只有它酒精浓度是46%，然后好像也是没有做冷凝这个动作，所以它的质地是比较厚一点。而且格兰花格是少部分的酒厂还在利用那个直火加热，所以它的酒体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这支呢就是有很香的那种水果干的味道，比如说葡萄干啊、柑橘、干柠檬这样子的味道。然后它也是有那种圣诞水果蛋糕的味道，所以格兰花格这个15年我是蛮喜欢的一种无饮款系列。这个就是第6名格兰花格15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名。第5名呢，我会选格兰埃勒奇15年，它是46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，它价格大概在1900左右吧。这个呢就是比较有生雪莉炸弹的威士忌的感觉。12年是好喝，我上一集是有推荐的，可是15年就是更上一级了，而且它那个味道是蛮平衡的。我上次有去过比利的那个大师品酒会，我是有喝过这个15年，而且那时候真的印象蛮深，所以有开始买。然后这支埃勒奇核心款系列呢，如果你看价格嘛，就是12年是1300，然后这个15年1900，还是很合理啊。可是如果你要上去18年了，18年的格兰埃勒奇可能要4-5千了吧，所以超过2倍的这个15年，多3年超过2倍，所以我觉得以年份跟价格的平衡度，这个格兰埃勒奇15年是很好的。然后它就是比较多层次的感觉，我也是有喝过18年，可是不太一样，这个是比较 strong 一点，18年可能是太柔顺，可能比较淡一些。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不错的年份，就是以埃勒奇这个酒厂目前这个是第5名格兰埃勒奇15年。好，那接下来第4名我会选
Glencairn 15年 Glencairn 15 years， 它是46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，它价格大概在1800左右。这支呢，它的那种香草、柑橘跟花香做得很平衡。其实我蛮喜欢卡登这个酒厂，它就是纯粹在做 bourbon 桶而已，很少见到那个雪莉桶在这个酒厂，所以它酒体是蛮明显的，酒体的风味是很明显。他们的 bourbon 真的是一个经典的苏格兰威士忌。可是呢，它这就是也是一个小众的酒厂，比较少人知道。可是我觉得 Glencairn 的东西是还不错，就是很值得买的。15年我蛮喜欢的，它的10年也很棒，可是15年就是感觉就是下一个阶段比较好一些，比较深，就是那个桶的味道比较浓一些。所以这个就是第4名 Glencairn 15年。好，那在第3名我会选云顶15年。它是46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，然后大概价格在5000左右。这支呢，因为是价格是比较高，如果你知道我是云顶的粉丝，可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，所以只能第3名而已。可是呢，我是觉得它比云顶18年比较平衡跟比较复杂一点。18年的那个味道可能是那个批次我喝到是比较单调一点，可是这个云顶15年的那个层次非常多，而且它就又是一个雪莉炸弹，然后年份也够，所以很浓，很舒服，喝起来很舒服的一个 Glencairn 的雪莉炸弹。可是呢，它真的就是很难买，每次去橡木桶去可能预购啊，每次都卖完，就是好像有人在扫货。反正它就是一个核心款嘛，这个要弄成投资就投不到哪里去吧。Anyway，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它只能到第3名，所以 sorry， 云顶15年第3名。好，那第2名我会选格兰蒂15年。它是46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，然后价格大概在1700左右。它就是 bourbon 熟成的威士忌，然后有过雪莉桶。这支呢，我觉得它层次是蛮多的，因为就是有2桶的经典 bourbon 的味道，就是那些香草、奶油、太妃糖、柑橘，然后也是有雪莉桶深色水果的味道，那些蓝莓啊、草莓这样子跟葡萄干，它就是完完全全有格兰蒂酒厂的那个风味跟精神。你喝了这个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个就是格兰蒂的风味嘛。而且它也是有 Glencairn 的风格在里面，就是有那种海风海水味道，有一点咸咸的，然后加上 bourbon 跟雪莉过桶，所以做得蛮棒、蛮平衡的。而且它比云顶15好买很多了，而且又没有那么贵嘛，所以这个就是格兰蒂15年第2名。好，那我们来到推荐影片的第1名了。那我会选百乐门15年，它是43%酒精浓度，有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，它的价格大概在1700左右。这支百乐门就是有那种老式杯赛的雪莉风格，所以做得很好，而且年份在15年就感觉是比15年老一些。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普饮款的威士忌，做得很厉害。虽然它是43%酒精浓度，然后有冷凝过滤，可是喝起来很饱满，它酒体够强壮，可是又很柔顺下去，然后尾韵很舒服。这个就是去年我在那个金威盲饮就是有喝到，这支呢就是我选的最好喝的，就全部香气很香，口感也很棒，就是够强够油，很饱满，尾韵是最长最好喝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礼拜的15年苏格兰威士忌的分享跟推荐影片。那如果你们有喝到一些15年的苏格兰威士忌，你觉得很好喝很值得买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欢迎讨论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